大家好，我是以賴。宜蘭的光榮定置網又捕到大青柑了，跟着寒流一起來的青柑，肥肥耶，肥肥，哇，好巨哦！哇，我刚举起来，哇，10成寒濕哎，哇，這好粗哦！天哪，再來吃一個，手放下來一點點，好，頭低一點點。這個畫面看起來太 AI 了。現在 FB 上很流行那種美女舉着大魚的照片。這尾青柑11公斤多，改寫了我在家處理的最大鮪魚，動用了3把支撐架，魚頭墊在旁邊的流理台上，這樣子應該是能撐得住吧。在台灣俗名叫青柑的魚有3種，5條絲、黃尾絲、雙帶身，我都做過了。其中5條絲跟黃尾絲非常相似。5條絲的上顎骨的上面是直角，這是我之前買的黃尾絲，它一樣有深色的眼影，但上顎骨就是圓角，非常明顯。還有5條絲的背部更偏青藍色，黃色的縱帶不明顯。黃尾絲的話呢，體色偏黃，身體比較扁，這尾超粗的，一手都抓不住。我來量一下這尾魚的長度，這個應該有超過80公分吧。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很有名的寒獅，在很多高級日料店都會進口來賣。在日本，體長超過80公分的獅魚才能叫做ブリ，比較小的只能叫其他的名字。那在11月到1月之間捕獲，重量超過7公斤以上的才能叫做寒獅。那這尾魚呢，3個標準都達成了，所以我就私自把它取名叫做10成寒獅。那可能很多人是不以為然的，但是我也不以為意。5條絲就是ブリ的中文正式名稱，黃尾獅指的是日文裡面的ヒラマサ，漢字就是平正啊。那接下來關鍵的一刻到了。要切開魚尾巴，一方面是放血，一方面是看看有沒有蟲。青柑非常容易有寄生蟲，我上次買的那一尾就有。那再確認一次下刀的位置，我這一刀比平時放血切得更靠前，往前一點呢更容易看到蟲，同時讓魚身總長能放進冰箱裡。好，來了，各位觀眾，這一刀就這麼輕輕鬆鬆過了。我剛好切到了椎間盤，你看這個椎間盤裡的骨髓。OK， 那不是重點，被迷惑了。來仔細看看有沒有蟲，沒有欸，沒有看到寄生蟲欸。哇，太棒了，中大獎了。這一邊的魚肉也沒有糜爛，狀態相當的不錯，太棒了。青柑在台灣的價格不高，是因為最令人喪膽的是，它的肉裡面很容易有一種叫獅魚絲狀蟲寄生。它會吸食魚血，是紅色的，像麵條一樣，又長又粗。我沒有在別種魚身上看過。這種蟲對人體無害，不會寄生在人體裡面。雖然沒有物理傷害，但是對於一般人會有心理創傷，吃到了會覺得惡心，心裡的那一關過不去。這樣，那來做個放血。定置網那邊有先割腮放血過，但是不夠徹底。這麼大的魚，魚血非常多。要放久一點，實際上操作的時間比你看到的長，我都剪掉了。我用的是冰鹽水罐，同時還持續給魚澆冰水降溫，確保它一直都是最佳狀態。那沒有寄生蟲的青柑跟日本的壓縮機一樣稀少，不由得讓我加倍的認真了起來。啊，對了，還有一個青柑跟平正不同的點，就是青柑的魚頭比例比較小，鰓蓋比較短。平正的魚頭比例比較大，鰓蓋比較長。那這種分別用講的都很簡單啊，你把2種魚放在一起很容易分辨，但通常你一次只會看到1種，所以一時之間弄錯也是很正常的。那多看幾次我的影片就能辨認。這個魚肚子有一點過胖，我覺得裡面有很多東西，希望不要開到太多不能吃的。打開肚子的細縫就看到裡面有很大的白子。這個應該是從北方過來南方繁殖的群體，整個吃得肥肥的游下來，結果被我逮住機會了，感覺非常爽。日本的寒獅可是賣得非常貴的，小心的割開內臟跟下巴連接的膜，不要用撕扯的，腹膜被撕裂，魚肉露出來，你再用水去沖，甜味就跑掉了。很多人看影片覺得我動作慢吞吞的，根本不會殺魚，影片都是我自己剪的。
每一個畫面都不是多餘的，只是你看不懂。那這是一副巨大的白子，超大的，比上次那一副烏魚子還大。還有這個巨大的魚乾，一般濕魚乾顏色沒有這麼淺，這個顏色已經是脂肪乾了。這麼大的魚乾最好不要吃。這個是魚的胃，這裡面有不少沉沒成本吧，消化到一半的東西很臭。這個是魚的心臟，蠻大一個的，這個都拿去餵屁貓了，心臟很營養。它對準魚頭下的第一節椎間盤，切斷脊椎骨。魚頭太大了，切不斷，主要是魚頭兩邊有下巴骨卡着，這個超級粗硬的。傳奇暗金裝備拿出來，搞定。這個魚肉很油這個腦天肉我要弄出來單獨吃。我上個月去心臟科回診，抽血報告說我膽固醇爆表了，可能是上個月吃了太多烏魚子啊、魚卵、魚白、蟹膏、蝦膏、豬皮什麼的，然後天氣冷偷懶沒有運動，那個標準值是130，我是196，醫生很驚訝，所以我要好一陣子都要注意了。那個白子我只吃了1/4，剩下的都送人了。我用麻油雞或是麻辣鍋煮好大一塊，吃起來棒呆了。那多餘的腹膜剪掉，魚血才不會卡住。我灌進去很多水，我先吊起來放進乾熟成冰箱，讓魚血能夠充分的流出來。像這樣吹着風，魚頭也放在旁邊熟成，裡面還有腦天肉可以吃。好，現在魚吊了1天半，我看沒有血水流出來了，身體還繃繃硬，兩邊不要硬拉開，魚肉會壞掉。我先把2塊下巴切出來冷凍。這個自用送禮2相宜，沒有人會拒絕11公斤的清肝下巴的。看看這個斷面，這個就是所謂的金三角吧。內側腹膜的地方也有很多油脂，這個先冷凍保存，整塊烤的話沒有熟成的必要。外面有很多在賣清肝下巴的，我記得有一次在好市多看到那個一包好幾個的，都是日本養殖的，小小一個。這個半邊下巴是350克左右，吃過一次能吹一輩子，所以預計要給會員活動留1塊。下巴切掉之後呢，手就能伸進去了。這時候再把脊椎上的血塊擦掉，不一定要用刷子硬刷，保持腹膜完整會比較好。接着我要做濕熟成，就是把魚包起来。如果全程都要乾熟成，一路吹風，魚皮下的那一層油脂會因為魚皮乾燥收緊而液化，一部分是會滲進魚肉裡的，但是一部分會化到魚皮之上，魚皮摸起來會很油膩，但沒有用啊，我又不會去舔魚皮，那些魚油就浪費了，所以適度的減少水分之後就包起來。我個人覺得這是濕魚比較好的做法，也包括紅乾。這個動作是在確認沒有魚骨刺刺的感覺。身子還要等等，但頭可以先吃掉。這個表面吹乾的腦天肉摸起來好油膩，魚頭皮已經有油滲出來了，所以在拉着切肉的時候手滑滑的，動作快不了。腦天肉除了最上面的這2條，魚骨下面還有2條比較短的，但是挖起來非常麻煩，而且靠近眼睛的後側魚血很多，那2塊肉血腥味比較濃，所以我只取頭頂的做生食，其他的煮湯吃掉。這個魚頭我還要分切再煮，這樣才不用弄一大鍋水，煮的湯很淡，沒有味道。從脊椎兩側剁開，可以分成3等份，這樣子平放着料理起來容易很多。這裡面還有很多肉可以吃。正面這裡還有臉頰肉。腦天肉其實我常吃，但是不會特別拍影片，因為通常都很小條，幾秒鐘就吃完了。那最常做的處理方式就是收集好一鍋魚頭，一起熬湯，在那個魚頭煮熟還沒有散開的時候，把它撈起來，用筷子從魚頭的切面一推，2條腦天肉就掉下來了，收集10條一起吃掉。就是整個頭，然後弄個米粉湯這樣。關鍵是這個啦，腦天肉11公斤的清肝，就取這麼一點點的腦天肉。
魚筋帶着魚油的感覺，這應該沒有多少人吃過吧？哇，那個味，超香。一開始我還覺得說，有點硬了，因為我沒有熟很久嘛。一嚼，哇，好強烈，好濃郁哦，非常好吃，很香。哇，那魚油非常香誒，因為我們之前這種魚都給它熟成很久，吃起來就黏滑黏滑的哦，濃郁的黏膩感。這是清爽，一咬下去清爽，然後你覺得說，哇，這中間魚筋有點硬，所以你不得已就多嚼兩下，多嚼两下不得了，很甜欸，哇，這太棒了，這真的超好吃的哦！不要太羨慕我，嘿嘿嘿嘿。一開始嚼的時候沒什麼感覺，嚼過了某個臨界點，哇，香味就出來了，太棒了！但是沒有辦法分享，太少了哦，我就自己幫各位試吃了。這個要慢慢蹭，上面其實很多肉，還有這邊啊，我跟你講，這邊我弄了一塊這個臉頰，這一塊是你的，好，這塊留給你，其他的都被我斬件了，等一下我再慢慢摳出來。今天是熟成的第5天，我包起來之後就沒有換過紙，但紙巾沒怎麼濕，只要保存溫度控制的好，魚肉基本上不會出水，只有頭2天損失掉大概3到5% 的水分。我只放5天是因為清乾魚肉比起紅乾軟很多，放太久我擔心魚肉會散，而且還有寄生蟲的顧慮在嘛，如果身體中間有糜爛，放太久了會擴大受影響的面積。那這一次沒有去魚鱗，魚皮太硬，魚鱗都黏住了。魚皮到時候我可以全部都去燉湯，煮好呢，魚鱗再過濾起來就好。魚皮有很多營養啊，膠質，丟掉很可惜。清乾的魚骨也比紅乾軟一點，用刀子切過去蠻容易的。各位觀眾，噠啦啊，有一點寄生蟲的痕跡啦，但應該是已經死掉的，就是這個魚曾經有被感染過，但是蟲死了。這個黑黑的就是，還有下面黃色的那一坨。那這半尾我先調回去熟成冰箱，明天再分切。清乾非常容易氧化變色，不要一次切這麼多。今天這一半呢是要分送給有緣人的，先分割不能生食的腹膜跟魚骨，用刀身窄的刀可以很好的貼齊魚骨，這裡絕對不能貪快，也不要想着一次就切完，分幾刀慢慢修。這個部分拿來烤非常好吃，又油又香。這裡有黃色的挑出來看一下，這就是死掉的蟲。懷抱着緊張的心情來分切最關鍵的部分，鰤魚絲狀蟲最容易出現的地方就是背肉、腹肉中間的這條血河。來看一下，沒有蟲哦，這裡有一點小問題，因為這種蟲是吸魚血的。所以如果有的話，血河這邊會聚集。把這個死掉的蟲修掉。我要分送的有緣人呢，我都有跟他們說了，這個魚有機會看到死掉的蟲，收到的人呢，自己決定要不要做生食。最前端乾掉的部分修掉，最邊緣的魚皮拔起來，跟鰭邊肉的部分一起剪掉，這樣子拉魚皮比較容易。不然呢，這個魚皮太寬，面積太大，拉魚皮要非常用力。從肉條中間切開拉魚皮，這樣子有一些容錯的空間。哇塞，這跟肥豬肉一樣油誒。不過這個魚肉裡面有一點死蟲，我切一片下來等等試吃，我覺得這個算運氣很好的了。跟之前那一種需要咬斷蟲或血吞的狀態相比，好太多了。像這個黑色的也是，可能天氣冷，蟲就死了。把這個血河弄掉，魚肉深色的部分修掉。它這是一個凹洞，並不是一長條的洞。血河我多修掉一點，這個洞就長這樣。血河去掉魚皮之後呢，也有很肥的一層油。這個切成段，裹粉拿去炸。非常好吃。
來處理腹肉的這一半，我沒有帥氣的一刀過，因為我想要取肉率最大化。但是最後也沒用，因為這裡也有死掉的蟲，一長條扁掉的，要修掉更多肉，主要還是集中在紅色魚肉的部分。像這樣東切西切的，最後這半邊只取了 2.2 公斤的肉，也就是說這鮪魚取肉率大概是40%，還是有蟲的狀態，所以幾乎不會看到有人在賣台灣清肝生魚片。腹膜這一層要小心的切割，不要切掉太多肉了。這個地方是精華中的精華，一鮪魚就這麼一點點，堪比黑鮪魚的金三角。這些邊角我都煎熟做早餐吃掉了。你看這個下腹肉多麼漂亮啊！脂肪多，肉就比較硬，皮很難拉。哎呦喂啊！你看這是一整層的肥油誒，看起來像是豬肉誒。整個廚房都是一股油香味，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一定會很膩嘛。我再切一塊，跟剛剛那一塊背肉一起試吃。啊，對了，你看到的是我個人的行為，千萬不要作為你自己操作的依據。我只能保證我沒有欺騙，我平時就是這麼幹的。如果進了醫院，我會拍影片告訴你的。整鮪魚的血盒我吃了4天才吃完，迫不及待的來試吃一下這個上腹肉。很軟。比紅肝軟非常多，標準清肝的口感，酸，沒有熟成後，魚香味非常夠，很棒的。我負責任的講，非常好吃，所以我要分切包起來了。中間這些黑點在切片的時候啊，你要自己摳掉。濕魚外層那份紅色的血盒肉氧化的非常快，因為有大量的肌紅蛋白跟血紅素，那跟空氣接觸之後，裡面的鐵離子氧化，顏色就會變成咖啡色的。而且魚越肥，氧化速度越快，用紙巾包着吸真空也只能稍微減緩，無法杜絕。那收到魚肉的時候，表面一定會是咖啡色的，那不是不新鮮，是必然這樣的。這個背肉肥肥肥誒，把黑色的死蟲修掉。來看一下這個斷面，我的天哪！今天是第8天，剛好上次在馬來西亞招待我的會員呢來宜蘭玩，我就留了一些清肝給他吃。你看這個血盒肉不可避免的氧化了，這個時候把表層削掉一點就會好很多。如果是日本養殖的，通常不会這樣。飼養的時候有很多方法能夠降低氧化。這一塊是上腹肉，非常油，緊緊的咬住刀子。你看這個叫我放棄生食，臣妾做不到啊。這一塊是背肉靠外側的部分，它太滑了，又很咬刀子，所以切得很慢。切好了，你看這一盤肉怎麼樣？無需多言。這個是清肝下巴，我想 Nelson 應該沒有吃過這麼大的清肝下巴吧？別說他，我也沒吃過。我真是一個好東道主。生魚片還沒有完哦。誒，看看這是什麼？這是腹部最前端舌腹的部位，這個我都沒有自己吃，分送出去就剩這裡了。這每一刀下去啊，都是情與義啊，都跟藝術品一樣啊。這個部分看起來跟我之前切的大紅肝很像，但實際吃起來蠻不一樣的。沒有紅肝腹肉那麼硬，不用熟成太久，所以油脂化開後依然有很強勁的甜味。這一盤不知道能賣多少錢。下巴太厚了，我煎了超久，超級香的。有一點點氧化。因為它只要一接觸空氣，它就會變咖啡色，跟那個鮪魚一樣。這個呢是腹肉，腹肉的最前段，然後這個是背肉，因為背肉通常有兩塊肌肉嘛，所以這是第一塊肌肉，這是第二塊。這個的話是舌腹，就是腹肉的最前端。你看它上面有一層白色的，像肥油，有沒有？那很油，你看，對，都是油。好吃，哇塞，
它肉的地方特別軟，然後皮的地方比較硬。一開始吃的時候有一點點酸，嚼久一點越來越甜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那這麼大的一隻魚，它也不會很硬就很軟。這一種五條是比較軟，如果是我們一般台灣常見的紅乾，肉比較硬。我再吃一塊，多吃點，多吃點，不要客氣，我們有很多，管飽了，我覺得很好吃的。這一塊吃那個背肉，這個超漂亮的。我之前有跟你講說有一些那個寄生蟲的印子，但是這一半很少，這一半幾乎沒有。目前為止開過最好的食魚，哇，太幸運了，太幸運了。真好吃來吃一下這個肥滋滋的。我們先吃沒有炙燒的。好，它這個醬油根本沾不上去，對吧？就滑下來了。所以醬油根本沾不到這個肉上。對。這好像太油，好像这好一點。我喜歡，我覺得也很好吃。我覺得這個，就是因為我們在這沒有肉的感覺啊，這是一塊油的感覺。很甜的，不一樣，非常甜。它像那牛油一樣的油流出來了。因為沙巴比較熱，所以你們的魚一般沒有辦法長到這麼肥。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對，炙燒後很好吃。沒有那麼膩，好一點，好像更軟了。這個就是油脂比較少，肉比較多，幾乎是純肉。這個也好甜哦。而且沒有這個這麼硬。因為它純肉比較軟。肉感扎實，很棒，很棒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。一般下巴會比較肥，還是舌腹這裡比較肥？舌腹比較肥，下巴的肥度跟這個上腹是差不多一致的，但是它更有彈性。清肝下巴在台灣的那外面賣的店裡面很多在賣，但是很小，他們賣的是養殖的，這好大，日本養殖进口的。移過來一點，我們沒有準備碗。你就就着盤子吃吧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那個油的味道，你應該沒有吃過，因為那個它跟石斑啦，還有你們那些笛鯛科的煙仔啊，那口感都完全不同。因為沙巴的魚都是沒有這種油脂的，對，因為都是熱帶國家，沒有錯，這好不一樣。我多吃一點，多吃一點。你看這個下巴肉多厚。一般的大概5倍厚吧，這比牛排還厚。說真的有那個牛排的那個煎過的味道，我覺得吃起來超棒，超棒。OK 啊，就這樣，來你接走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来整塊。对，你吃那個这個焦焦的地方，真的有那個牛排的味道。